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你的魅力绽放，让谁想热烈追求你？你的魅力让谁想热烈追求你？哈，那这是今天3张的女神卡哈，你看看哪一张的卡片的魅力，好，会是一个展现出来的力量最吸引你，你就选它吧哈。那给你一点时间。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的话，记得按下暂停哦。好，那不啰嗦，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的魅力让谁想热烈追求你？好，来，我们一样哈，先从最广义的牌面来看哈。这个广义的牌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段了。哦，时间区段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趋势哈。从你们遇见哈，或是遇见之前，然后到后面的相处的发展的一个旅程。然后整个流线，我们来大概窥视一下哈。来，我们先把第1张金星的能量先翻出来，看看它的核心价值往哪个方向行走哈。好，来，好，哦，力量牌，看来是强而有力的爱情能量的连接哈。来，我们再来看水星能量，水星能量是星星牌哦，很契合哈。它应该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哈，尤其在情绪上、内在上啊、未来的向往上啊哈，一些有点小小天马行空的梦想，但是已经在实践的路上的这个方向的概念哈，你们两个应该还蛮契合的哈，所以相处起来应该还蛮融洽的，而且慢慢的在心理上、心灵上会有不错的默契哈。那你们两个从这个金星能量看起来，应该会有一种蛮淡淡的，然后渐渐渐强的一种支援彼此哈，然后的力量会在你们两个对彼此的认同感啊、熟悉度啊哈，然后确认很多事情的确认之后，慢慢的属于对方，慢慢的成为一组，慢慢的无论任何事情哈，都站在同一边、同一国，然后让彼此能够往更好的方向行走哦，更好的方向行走。那很有爱哦，很有原则。那对于这份爱哦，你们会对很多的未来的事件哈，都会慢慢的有非常共同的共识，而且那个共识不是你们原本就有的，而是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一组哈是越相处越浓密，哈，感情越来越浓密。那会慢慢开始到了更成熟的阶段的时候，会想创造一些新的旅程、新的未来、新的相处的路哦。所以会慢慢的会把彼此的梦想加大哦，因为这个伴侣的陪伴的队友的这个概念，慢慢的具体的实践到一种很可靠的感觉哦。所以后市看涨哈，来看一下这组。好，好，我们看一下哈。的确哈，你看这边有看到哈，慢慢的后面会有一些新的转变，会有一个提升，你们会有好几阶的心灵上的、生活上的个人哈，因为这个人在慢慢的提升，往更高远的地方去，往更好的地方去哈，两个人都有这个默契。那从你们两个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其实生活就有一些大改变了啦，你们彼此会深刻的影响哦，两个人在这边看得出来，应该是不同背景的相遇。然后，对彼此的感觉各方面都觉得非常好奇、新颖哈。那你们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不断的开创新的未来的旅程哈。这里有一件哈，从理智上跟从感性上都觉得，你们两个之所以会在一起，就是希望人生除了稳定之外，还有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
所以你们成为一个合作的伴侣之后，会一直想要去突破，或是学习，或是去挑战很多新的地方、新的旅行的位置啊、新的课程啊，身上的技能，想要更多学更多的语言这样子，然后两个人都会互相陪伴，慢慢的培养出这样子的一种默契。其实这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甜蜜啦。但是如果硬要说一些小小的缺点的话，其实你们在初期的时候融合的不够好，因为你们除了带来对彼此的转变之外，对彼此的好奇之外，其实你们的差异性会让你们前面会有一点点需要一些更多的理解，来去让彼此的关系或是就没有所谓的立刻一拍即合而已啦，但是其实你们对彼此的喜欢、欣赏、认可度会慢慢的让你们接受跟习惯，还有找到更多的契合点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点是比较彰显的。然后我刚刚说了嘛，你们未来会创造一些自己的路、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会在两个相异的不同的点之中去创造一些更合适的东西。那你会找到自己的路径。这组我觉得有点苦尽甘来，但也没有到苦啦，就是开端比较需要一些探索，需要更多的探索。那还好，你们的灵魂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两个灵魂就有指引彼此跟暗示彼此说这个是对的路，不用担心因为那个直觉很强。那你们在直觉上、灵魂上，其实都有给彼此一些鼓励、默契跟支持，所以会觉得说有这个人陪伴蛮好的。就会跳脱出各种的本来的不同，那些不同不会框限或限制你们未来的发展，或是扣分，不会到这个程度因为心灵的直觉很容易就发现说，这个人应该就是对的人这感觉还蛮明确的，所以前期比较迷雾一点，但是很快就拨开了，不会那么复杂，也不会那么拖那么久，很容易就找到相同的语言相处的方式不难啦因为有一些好的不错的牌像你们所拥有在智慧上的一种幸运的开窍所谓的幸运开窍就是说你们很容易找到那个通路然后在严厉的审核跟判断或是现实面生活面的判断，慢慢的就会找到新的路径，你们会找到新的相处模式，仅存于你们两个的新的相处模式都是一种不错的成长的方式所以这组只要持续的相处下去就会越来越好了会越来越有默契，越来越在乎彼此，越来越想要建构更好的人生好，那就是这一组的方向来，那我们来看一些更细节的东西了好，一样从这一组牌来看好，我们一样先抽出第一张来确定一下，你们两个是否已经认识了环境、附近各方面的讯息，我们来把它确定一下。差不多了来，我们来选出顶上来看，你们认识了吗？好，在附近游移的能量现在状况如何好，再来，巧合、偶遇、邂逅的状况如何指引你们的那一颗星星，指引你们相遇的那一颗星来，外力介入的状况靠自己意志力直达的通路现况好，近的路径、短的路径远的路径如何那种明确的阻碍，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明确的阻碍，还有该得到的深海中的好的讯息、好的指引来，最后才能听到的最小的低语。好，我来看一下这里这里看到了，你们已经遇到彼此了，这里有很明确的遇到彼此的状况应该说你们的生活状况工作领域、生活状况其实不在附近不在附近，在同一个生活圈或同一个工作圈，我不确定，他就有说在同一个圈子然后在最外围，但是已经在同一个区域里了不算是完全不相干的领域，算在同一个区域里。那你们有很好的初次见面了就是有给彼此不错的好的印象，已经算认识，这个算认识咯
那为什么说算认识了？因为这里金币九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仰望。虽然你们各自独立的在自己的本位里面感受到自己的世界好像没有外人侵入，也不想外人侵入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享受自己的自在，各种和平的概念出现了，表示说你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给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然后都是互相仰望的。可是两个人的能量上是没有直接契合的，因为找不到水能量的连接。但是有留在心中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也不算陌生会再重新熟悉，每一次会再重新熟悉那不过我觉得你们那一次的见面到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时间距离了，所以他不是最近遇到的，我觉得他算之前遇到了，然后现在已经在比较远的距离了那不用担心了，我觉得在某种端点来说，二号不一定要看二号宝剑有很多二号的，二号圣杯，二号金币然后二号权杖都告诉你说，差不多在不远的将来里面会有一个指引你们对齐的一个能量快出现，只是以现在现阶段来说，目前那个能量没有出现，目前那个指引你们走在一起的那个能量现在还没有同时看到你们，它差不多转向，然后会在某一个很好的时刻会同时看到你们了那作为指引星来说，恶魔牌告诉了我一个很好的小秘密。他说：“其实你们的内在的灵魂，内在的灵魂，各在能量，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吸引力了，只是未挖掘。他必须要走到，他必须要慢慢的走近，两个人要慢慢的靠近之后，才发现说你们彼此的吸引力其实早就存在了，不然不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就留下蛮好的印象，而且那个印象的路径是走向爱的路径，是爱的路径，很多旁边的人的爱，很多旁边的人的推荐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开口，你也知道是这个人，你开口问你的朋友、同事说这个人好不好，大家都是举起大拇指说好啊，可以试看看在一起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指引你们往靠近的地方但是你们两个发现彼此的好了，所以要自己挖掘那这个路径也快出来了啦只是现在4种能量来说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再等一下然后恶魔跟死神牌同时在这个位置路径指引的话，表示说，其实你们中间的路途中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一些阻碍，还有一些坏能量必须要做正负能量的交换，才会走到一个稳定美的核心和和谐的状态，所以还在走。不是你们的故事线，是你们旁边的故事线。你们旁边的故事线还在走我觉得以你们自己的路径来说，现在是被卡死的，必须要从旁边的其他的故事线都整理完之后，才回头去整理你们两个这一条直线上面的一个石头了这里要把它当成是两种路径上的不同困难正在同时发生两个路径跟你们无关的两个不同的路径上的不同困难正在发生，正在处理，结束后差不多这张牌的2就可能会转换成是金币能量或是圣杯能量，它会在一个新的再次相遇的聚会场合有借由其他人的能量的时候来让你们再相聚，其实这就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再等待一下好。确实是有，我觉得啦，这里有一些指向，我一直在看的时候，他一直有点在指向说是工作上的环境，因为我觉得其他人的噪音其他声音、其他人噪音还蛮强的所以我很难忽视说这可能是工作上的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在排除的时候，在转换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有需要使用真正的能力去处理的不是人际关系能力，是能力那至于这张牌我再看一下好了我看一下它确定的是在哪一个方面看看我的直觉有没有对齐来有些东西还在，我觉得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告诉我说是工作还是什么，他只是说现在整个能量上正在一些分离分化就是有点油水分离啦，很多不合的东西现在凑在一起他这样在让它静置中，在分离中，分离完之后这个路就通了所以这两股阻碍的，可能就是说两组不搭嘎的能量，现在正在你们遇见之前混合了它需要有一些处理就像我刚刚说的，故事线有一个石头拆开了，然后追完了，然后这个路径就通了，干净了然后你们两个相遇的路径就干净了。那这样讲的话，照一些生活化的白话的方式，就是说你们两个应该要遇见啦可是还没有共同的主题，比如说没有一个事件把你们两个约在一起，那个事件为什么会没有发生？因为现在还在大家还在处理别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处理完后，大家才会说我们还有一个第3个事件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把你们两个处理掉，就是他像1、2这两个事件还在流程中完的时候，才进入第3个事件，第2个事件就处于你们两个相遇的事件，所以再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很杂的讯息正在去无存精当中了
好，至于路径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呃，除了这条路径之外，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意外的路径正在靠近哈，也都堵死哈，也都有非常多的困难点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如果你主动去找一个路径要去知道它，因为你今天看牌了，你就有一个暗示说，那如果我要主动去找它的话，有没有别的方法或什么？就是别的方法其实没有，它主要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方式哈，你必须要靠其他人的想到把你约在一起才有机会哈。那至于连续巧合的状态牌的话，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已经分散了，各自独立了哈，所以你们常常会在不同的时空里面错过。现在没有要让你们直接巧遇的状况，没有哈，所以在等待。在等待那一个新的约会、新的见面哈。那这边我就不急着要你出去多跟朋友出去了哈，因为我觉得时机点还没到。我觉得时机点还没到的时候，你自然会回应某一些的邀约、某一些的聚会，你觉得一定要去的那一种哈，大概就会在那个时候会遇见他了哈。那因为这边有偷偷特别一点哈，你最近生活上附近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方面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哈，要小心处理。好，我这边有得到这个提示跟提醒哈，跟这段爱情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这边也有一些杂质哦，希望你好好的处理一下女性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哦，尤其是感情的，尽量不要介入太多，给一些比较柔软的建议就好了，把决定权交给别人哈，不要介入太多，只给一些暗示跟提醒。好，不要成为主要的决定权哈。这边有一个暗示，我先告诉你哈。那我觉得以这一条远的路径的通路完全堵死的状态来说，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跟上一次约会不会远，不会远，因为要再拖时间再绕路的路径也没有出现。好，那至于这一张，他这边就是说了，有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果实已经在开始了，然后所以不要强摘那个还没成熟的果实，这些果实到了时候自然会落下哈。果然还是时间上的问题，然后这边偷偷讲了一个暗语啊，密语就是说，如果你强迫自己要在更早的找到他，或是想要让世界催促在更早，或是你随意的参加一些无妥参与去参加一些朋友的活动，为了要等待他出现的话，我觉得这里告诉说没有，时间点还没到，他还没有出现果实哈，你去就是看不到该有的果实了哈，所以顺其自然哈，你有一些直觉上觉得朋友邀你去什么，你就觉得我一定非去不可，有那个直觉的时候就去哈，这个人差不多就会在那个时间点的范围里面跟你最靠近。好，来，至于这一点我们一样哈。照我最喜欢的天使历法牌来直接翻出那个时间点哈，给你2个时间点的参考。好，2个时间点的参考哦。那记得不要太依赖那个时间点哈。如果你刚好很想要出去，然后约会朋友约会，刚好在这2个你印象中的时间点的话，那就去哦。你就会大概心情再做开朗一点，正能量哈，更开放哈的去参加，自然而然的参加哈，那个能量就会连接到了。来，给你2个方向感的时间点哈。来，第一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落在6月第一个礼拜快结束的时候，哦，差不多第一个礼拜快结束是到第2周刚开始，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哈，那个前后5天，哦，来，再来我们第2张牌。哦，第2张牌落到了2月初，那以我看牌的日子的话已经过了哈，所以他可能在暗示说2月初的时候其实有一段蛮靠近的时间可能错过了哈，或是就是你们已经遇见了，可是这里遇见的感觉比较远，但也许他说的比较远不是时间上的远，也许就是你们的距离很远难得遇见哈，所以有些比2月初的时候，有些朋友如果你2月初有跟朋友出去约会，然后你真的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可能就是他哈，也许在做这一个暗示啊哈，如果有的话有对到的朋友，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到底是谁哈？可能他真的近期的时候已经有出现过一次了哈。那基于这样，未来的时间点就1个，那我们再翻一次哈，看看有没有多的。好，这个能量比较弱，但是还是给你一个方向感哈。这个时间点落到9月第2周跟第3周中间，好，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那你感受一下，给你一个方向感。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认识之后灵魂的距离哦，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翻灵魂的距离契合的距离，是因为你们的灵魂可能不是第一次相遇哈。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说法是什么哈。来，给你好奇一下。
你们的灵魂一直都走在一个非常有情感的同一条路径哈，所以以这个灵魂上来说，你们在以前的不同的时空里面哈，你们可能已经有恋爱过了，所以这次在恋爱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但是它有一个缺点，你们以前恋爱过了，习惯过了，所以你们后来的那个激情就没有以前的强烈哈，会比较平稳，因为已经很多的习惯了，不会有太多的惊讶，也不会有太多的惊喜。虽然有很多的浪漫，浪漫值会非常高，可是它的那一个新奇感可能会比较少，然后熟悉感会很加重。哦，也许你们两个来自不同的背景，或在背景上、学问上、生活上感觉到很新奇，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你慢慢的相处就发现说啊，这个人好多东西都跟我差不多，或是原本跟我差不多，可是我已经很熟悉了，不会觉得很惊讶哈。所以你们相处起来应该是蛮顺的，因为你们灵魂的契合度好像在某种模式上已经定义是每次遇到就是要恋爱的。好，来，那我把这些翻完哈。好，先翻这些哈。同步率还好哦，你们对生命啊、世界的活力差不多，没有特别强，但是有一个基本值哈，所以你们两个也不是一种过嗨的人哈，也不会太浮躁的人哈，就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小小的温温馨馨的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检视对方蛮多的，然后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世界社会议题，很多人其实还蛮多的批评，蛮多的意见的。你们是所谓的那个big opinion 的人哈，就是说对很多事情都有非常重要的看法，你们觉得有看法比较重要，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很重要，所以你们对整个世界社会的议题其实还蛮关心的哈，会有感觉，不一定说真的会实际上去关心，可是会蛮有感觉的哈。这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啦，我觉得这算是你们两个人的浪漫了哈。那至于你们在未来的路径上哈，或是在整个宇宙上，你们一开始走在同一个路径嘛？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在一条大马路，走在两边的行人道的。两个人哈，你们不在同一个，可是也靠得很近，像在一个大马路的左右嘛哈，然后走在同一个方向。那如果没有呼喊，没有一个事件哈，或是没有两个一起过马路，两个人是从来不会交集的。可是你们在整个对未来的概念、对世界的概念，其实你们是走在同一个路径上的。你们终究会碰头啦，你们终究会碰头，终究会停下来，发现说，一直跟你走在一起的人是这一个人。所以从这个概念上，你们两个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距离感，可是会一直觉得我们彼此是同一对，我们彼此一直在维护着。好，所以不寂寞。基本上在一起的时候不寂寞，虽然没有特别为彼此做什么，也没有特别关心什么，可是不会寂寞。这个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那个寂寞的感觉哈，会关照、会关心到彼此。那我只能说，从你们的绝对相异或绝对相同的点来说，你们对未来的方向真的是同一个方向。这一点哈，在前面好几组牌都讲过了。你们两个只要相遇之后，对未来的方向是一致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哈。来，我们从宇宙的角度来翻哈。好，你们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很强的爱情不是很强啦，就有一种很明确的小小的爱情能量跟火花从里面散发出来哈。就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能量就开始起来了，所以从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其实就走上爱情的路上了哈。来，让我回想一下哈，其实我们这里看这么多，其实我们对这个人的见解跟评论没有非常多哈。来，我把整个牌阵换成另外一个概念，我来重新看一下哈。好，从性格上来说，他这个人哦，其实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哦。然后他每次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有阻碍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新奇的方向，想要找到新的路径，想要用新的方法哈。他不会用老旧的方法去破解一些事情，他的脑袋比较像是那个爱因斯坦想的一样哈。如果你做同一件事情，一直重复做，却想要得到不同的结果，就是愚笨。他脑袋有这个概念，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能一直照本宣科，或是旧的经验去突破，一定要每一次都换新的方式来尝试。所以他这个人是很特别的，变化很多，很柔软的人哈。那他其实，在他的朋友圈来说，其实还蛮受很多人的爱戴的哈。其实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对周边的朋友也都做了非常多的支持或什么哈。就是别人有帮助他，他就永远都会记得哈，他一定会去回馈，或者他会喜欢去参加别人的生日，因为他希望别人会得到他的祝福，他也觉得一个朋友或是其他人得到祝福是很重要的，不一定是他的祝福，所以他会去参与。所以他这个人对其他人来说是非常有爱的，所以大家都其实他人缘算好了。那从这边看起来来说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哦，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不管是你的喜欢或他的喜欢，他其实有一种比较大众的魅力，其实大部分人看到他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他的人生哈，其实有度过一次辗转的大变化。他其实之前有辛苦过，然后现在你看到他的状态，其实已经转到比较好的状态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准备好的能量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前面有很多的阻碍，有很多的其他路径正在阻挡嘛，哈，不一定是工作上的，我觉得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路径正在出现那个石头嘛。我觉得他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刚转换完哈，还在整理自己的阶段，这些东西都整理完了，说差不多就要遇见了。我觉得他前面的好几年的整理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会在最近这3个时间内会再重新展现给你一次哈。那回到这里哈，我觉得你们真的我觉得除了这个2月初这个之外，我觉得还在更之前，其实你们就已经看到了。因为我觉得从这一张牌哈，金币5的能量来说哈，它其实在你的生活圈盘就游移了非常久，只是你们一直在很远的距离，你在圆心哈，它在那个圆的边缘，然后一直游移了很久。即便你望着它，你也不太看清楚它哈。其实我觉得在能量上，其实你们知道彼此，可是一直没有一直很深刻的交集，已经非常久了。好，来，我再仔细看一些别的哈。其实你们的相处会有蛮多高智慧的讨论哈，你们蛮喜欢心灵的讨论了哈，也不说你们不喜欢肤浅的话题啦，可是谈一些比较高智慧的心灵的讨论，然后有点神秘主义的宗教的哈，会让你们讨论比较嗨啦。好，还有一些讯息我再找找看哈。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了哈，你们都时常生活在一些竞争力比较强的工作环境里了哈，或是人际关系环境里，或是你们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竞争比较强的了哈。不论你们是读什么学校的话，好像要求跟其他人竞争要拼输赢的感觉比较多哈，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点。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两个相遇之后会希望不要太多的竞争，不要太多的纷争，不要太多的争吵，都平平静静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不参与哈，远离，安安静静的是你们未来比较想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哈。好，那我想这组牌大部分大概就这样了。好，那我再翻2张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深的定义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哈。来，我看一下哈。这智慧的东西，说高深的智慧的路径出现了哈。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哈，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的某一种跟哲学有关的一些比较高的智慧哈，会慢慢的内化成你们的话题，会慢慢的内化成你们的默契了哈。以前有一些比较难的主题啊，譬如说身心灵的啊，或是哲学的啊，或是比较类似文青的一些主题哈，终于找到一个比较能对话的人，然后他会出现。然后这边有说哈，你们这次的相遇哈，大概铺陈很久了哈。这张牌在讲说，这次神的隐藏计划，表示说你们的相遇在某一种预定的计划里面哈，应该有潜藏一些宝物，要在你们相遇之后才要给你们。所以再期待一下哈。牌面的讯息是这个。好，来，那我这些时间都翻过了哈，来给你看3张动物灵卡哈，给予你的生活现在的一些建议。好。第一张是说最近你的幸运值还蛮高的，就这样，幸运值还蛮高的。你现在身上幸运值的 buff 还蛮高的，所以去做一些跟幸运有关的抽奖啊什么各方面的去试看看应该都还蛮顺利的幸运值很高哈。来，我看一下哈，这里我想一下，这里说的是你最近内心有一些很不错的力量，我觉得他把它转换在你现在生活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不错的韧性哈。那个韧性是你在最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坚持下来，你可以应付好，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不堪一击或是很脆弱。没有，你最近的这一个内在的心很强韧哈，所以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记得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应该能够化解，或是你会有意外的惊喜，就是原来我有这种能耐我有这种能耐。来，第3张牌，好。第3张牌是说，原本这张牌我都会说如果你最近遇到一些困难去找一些你比较有智慧的朋友，他应该可以帮你解决。可是我这张牌打到一个反面最近你好像比较有一些智慧的灵光所以你的朋友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给一些建议我觉得你最近的那个灵光的通路可能比较强你可能会讲出一些比较更深刻
的更有智慧的话，去帮助你想要帮助的朋友，或是你在跟朋友对谈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自己的一些话语讲出来，会觉得是一种金句。后你想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但是因为你最近的灵光跟智慧的展现比较强。这张牌我觉得它是走反面的啦。当然，它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最近真的有遇到一些困难哈，找不到、想不通，记得去问一些你很有智慧的朋友哈，不是问好朋友，是问你觉得很有智慧的朋友，去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见解，应该能够立刻去化解跟破解掉。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讲很快哈，可是内容非常多，讲很快，因为时间一样，可是我觉得我的语速很快哈，因为今天的讯息很清晰哦，很清晰又很多，所以我抓到我就立刻跟你们说哈，希望你有得到好的方向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然后今天的题目是你的魅力爆发，你的魅力正在让某个人准备想要热烈追求你哈。虽然题目都这样，但是我们来帮我们找找哦，这个人在哪？他现在在什么环境里哈？来，好，记得每个影片都有一些相同的讯息，你要把它累积起来哈，那它就会最符合你现在的状况哈。好。来看一下哈，第一张我们来翻出金星能量的位置哦，太阳牌，看来爱情接近了啦哈，爱情接近了，因为你们相遇的时间点、场域各方面都已经被照亮了哈，看来是一个很明确、清楚的状态、清楚的环境、清楚的一个能量场有出现了，太阳牌才会在这边，成为某一种路径，然后而且是非常炙热的，而且它是一个已经穿越过蛮多困难，做一个升华，做一个脱胎换骨、换皮之后才找到的一个好的路径。它很像经过了沼泽，经过了森林哈，或是游过了一个非常大的湖面哈，可能已经游到非常多次了，然后在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才找到一个相遇的时间点。当你好像比如说，好像走了这么久，到了那个位置，才突然觉得。才真的惊觉到说，一定是这里我能够遇见他，因为附近的环境都不一样哈，可能各种的鸟都在吟唱啊，然后花开的有各种类别、各种的颜色后，你在当下的直觉就会觉得说，爱情就在附近，所以这张牌就给一个这个位置。如果它是一个夜晚的阴暗的没有被照亮的，其实你会略过，就这样子慢慢的错过了，就像是错过一个爱情就在附近的感觉。可是现在太阳牌的出现来说的话，除了炙热之外，它还把这个环境都照亮了，很像夏天的午后那种太亮。太清晰的状况即将就要出现哈，金星能量在这个位置产生了这个哈。那我们来看水星能量说的好，你即将显化一个你脑海里比较具体的一个爱情的想象、爱情的路径、爱情的相处方式哦，所以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哈。接下来遇到的人事物哈，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然后它有一个部分还蛮靠你的意志去显化的哈。我实际上说意志的显化比较像是什么？你心里想要去追寻什么，其实你已经是那个了。就像说你想要富有，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可是你的起点不能说我很穷，所以我想要赚更多的钱。其实如果你一开始的意念是说我很穷，想要赚更多的钱，其实你的意志跟你自己其实成为贫穷的才去追寻那个钱。可是如果你心态上说我很富有，但是我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然后我愿意分享给别人，那你的原则是什么？其实你已经很富有，不管是身心灵还是物质上哈，跟很多人的对比来说，其实你是真的富有，可是你因为太多的渴望的方向让你分心了，所以你忘记了其实自己是不贫穷的，是不贫穷的，只是在对比上你觉得你是贫穷的，其实没有哦。所以你要用这个意念回到爱情，就是说，其实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有人爱的，我是值得拥有爱的，我是很让别人很愿意爱我的。所以你的本质上就是我是该被爱的，我是有爱的，我是能被爱的人。要这样子出发后，而不是说让自己觉得说其实我很差，我不够好，所以没有人爱我。那你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没有人要爱的人，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我要强调的是，那一个爱的显化是，你要先让自己是一份爱，一份别人需要索取、需要去追寻、需要去热烈追求的那一份爱的时候，那自然别人靠近你的时候就知道，哇，那边有一个很多人忘记去爱的能量在那边，我需要它。要这样子哈，你要自己要本身成为爱的。本身恋爱的本身才能够把这个魅力绽放出来。好，这两张牌的能量是这样哈，你可以思考一下哈。来，再从这里再看哈，看一下你们我忘了说明哈，我先翻网跟你说明一下哈。这个牌阵的核心是什么哈？因为我们还是要每一次都要当做有新的朋友进来哈，我们都要每次都要解释一下，再接下来再看的才比较有概念嘛哈。好。来，
我们开始翻的这个牌阵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感哈，它可能关于你们两个相见之前、相见的这一段时间，还有相见之后，还有在相见之后，在未来的发展，在更长远几年之后的一个发展，一个是大的时间点哈。那我们等一下翻第二组牌的时候是讲说，只翻你们两个相遇前后的时间段，那个就比较小哈。主要这一个牌的话是给你一个概念，给你方向种，就是方向感，让你感觉一下你将要遇到的爱情的一个模式、形式跟整个本质上面的状况是如何，让你有一个概念哈，让你有一个心里的一个盼望哈，一个念想哈。那这个念想跟其实你期待的这个爱情的模式是符合你心里内在真正在期待的，它就会有那个意志力往那个方向行走。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先成为你原本意志里面的那一个情境，你才会往那里走。好，来，这组牌我必须说，当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非常强而有力的契合感哦，你们会谈笑风生，你们很多话题都很融洽。哦，然后好像一开始就进入一种恋爱的感觉，可是当一离开的时候，又会有一种失落感，好像这个恋爱就不会再见面了，好像就随风而逝。那是因为这个是恋人的风能量所带来的，可是其实不是，你们之间会产生一个连结，就像这里哈，其实你们已经到了那一个原地，遇到了就会有连结，只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害怕跟失落感，觉得说这个爱情可能就一闪而过，只是一开始起点遇见的时候很好，可是其实应该不可能发生。可是我告诉你，牌面上不是这样想的，牌面上是说他已经要显化了这份爱情的一个路径了。尤其是在非常理智的位置上面的时候，是用非常好的爱情牌，也就是说，这一个爱情的显化是在很多的理事理境上面的审核之后，确定这个爱情是可以相遇的。这个不是你们的意志上的，这是能量在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能量的互相审核，能量的互相看见，能量的互相触摸哦，跟你们的本身的肉体无关哈，那是能量，你们两个能量的世界的互相的对照之后，发现说这个是可以恋爱的方向的。所以，即便你们第一次恋爱，然后第一次遇见，然后有恋爱的感觉哈，可是其实你们后面会有很多的连结，会去寻找彼此，就算忘了找到联络方式，可是会去问朋友，找到很好的连结，然后你们会有一个连续往下的开端哈。我觉得这一组开端还不错哈。那从这张牌来说哈，真正指引你们的是那一种后面一定有什么丰收，一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直觉。当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跟这个人在一起一定不错，结果一定不错，看得到未来，会有这个感觉哈。可是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一开始的话题虽然很契合什么，可是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会有一种不可能啦，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小小的不相信。不相信说我跟这个人应该不契合啊，有时候说为什么这个人可能不是我会喜欢的人啦，然后可是一谈论起来就觉得非常契合，你会有一种小小的惊讶，说会是这个人吗？然后你心里浮现出一种真正喜欢的，会说怎么会是这个人呢？会有对自己有一些比较多的问号哈，表示对方其实真的不错，有一种出乎意料你想象的这个。可是这边魔术师牌会说，他完全会符合你所期待的人，可是那可能不是所谓的背景跟外在，而是心灵的契合上完全符合你对爱情的爱恋。所以他虽然很多背景各方面好像不太符合你原本所期待的那个样貌，或是期待的那个情况，可是他内在心灵跟你那个契合度很打中，很打中你对爱情的这个情境的渴望，心境上面的渴望，它比较有多这个能量。那有一个小缺点哈，你们对于智慧上面的讨论比较薄弱哈，都偏向太理智，所以你们会比较多的讨论是比较在生活啊、未来的展望，要去学习什么、未来的发展啊、金钱啊、工作这些的比较硬。可是这是你们两个讨论的浪漫了哈。那从这边慢慢的往前走之后，大概你们的理解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哈，然后会达到一种全新的契合度哈，会慢慢的偏向比较像是灵魂的契合度。你们会从理智上面的讨论，慢慢的发现说，其实你们会自己去印证你们不会直接从一些身心灵的方面的或是心灵的猜测的那种内在直觉的契合度去发展，你们会从一种讨论很多外在的事情、生活的事情、工作的事情、金钱的事情，来让你们觉得说，其实你们应该是灵魂契合的，这是一种对照组，可是这不是一个等号你们灵魂的契合度这一点，其实没有那么快，这个部分发展的就慢了这可能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比较小小的缺点了然后你们两个的爱对彼此的爱、友爱、亲情的爱爱人的爱的成长速度也偏慢成长的速度也偏慢，那一个厚实度、那个稳定度、成长的速度也偏慢，所以这一组就是要慢慢的走下去它会处在一种两个人都是独立的状态的时候，慢慢的相处，然后慢慢走到一种比较厚实的爱
所以一开始我说你们一开始相处的是觉得还蛮融洽的，各种话题都可以讲，可是总有一种失落感，那是因为你们本身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稳定的基础打得很浅，可打得很浅，他必须要慢慢的往下走才会越来越看到很多人在这组牌的时候，在这前面就放弃了，因为前面的感觉好像消失的很快，所以就放弃了。就不联络了，就觉得可能只是一次见面而已。所以很多人如果是放到这组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就放弃了。可是他没有被其他的能量跟位置提醒你说这个是可以发展下去的，没有被提醒啦。所以很多人就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觉得那只是一个晚上的见面而已，就这样。或是一个饭局的见面而已，就没有觉得可以往下去探索看看的意思。可是这组有非常强的能量，是后市看涨的后面有一个蛮好的宝物，以皇后牌作为指引星的方式来说，他在告诉你说有一个很远很迷雾看不清楚的宝藏在那里。当你意识到前面那个你看不清楚的东西是宝藏的话，你就往前追寻嘛。这一题就是少了那个暗示。这边有暗示给你了。这个人遇到了说一开始感觉好像没那么融洽，可是却还有一些火花爆发的时候，然后有一点点看不到未来，可是又有一点期望未来的发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状况出现。那就要试看看，往下走看看，相处看看，慢慢的这个迷雾就会散去，会越来越清晰。清晰的部分是因为节制牌这里，节制牌在一个非常严厉的去审核附近所有的能量。它要慢慢的审核，慢慢的拨开，慢慢的融合，才会让你看到真正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价值跟未来性。没那么快，因为它在一个非绝对理智的位置去呈现节制牌，所以它必须要小心的去处理、跟印证、跟确定。好，你们的灵魂说其实是适合在一起的，那我再帮你佐证一下，是真的是这样想吗？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好，那这就是这一组牌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比较细的东西好，就是你们相遇前后的状况比较巨细靡遗的小细节啦给你一些展望来，好，来，我们来找第一张，你们遇见了吗？你们已经遇见了吗？来，整个距离，犹豫的距离有没有连续巧合的可能来，这是我的定义啦，可是我不一定会照着这个解释啦来，指引星的位置，他人影响力的，这里短程跟远程的距离，必要的阻碍，慢慢浮现的讯息，直达的通路，现况，来，骆驼的讯息，沙漠骆驼的讯息好，先看一下遇见了没有？看这三张牌法。我看一下30笔，我看一下30。这里来说有一个有可能的一个状况你们在工作上可能有遇见过可是因为你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那个负能量太强了，变化能量太强了其实你们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感，或是没有意识到彼此是有一个好的接触，因为那是工作的关系所以你们讨论上是没有任何情感的，是一种技能的发挥，是工作能量的发挥，所以水能量没有出来而且还蛮多的竞争关系的，这个人可能也是你的竞争对手，或是他的别的公司的人有一些利益上的关系什么的，所以整个爱的能量并没有出来。可是这边有说，我觉得其实在工作上遇到过可是我觉得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你们之间会有一个人发现你们两个需要认识，这边我看到了有一个人会发现你们两个在独立的空间里面，然后他会发现说你们两个需要认识，可是我不确定是要在工作上的认识还是人际关系上的认识，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说是情感上的认识，所以应该会有一个人发现说你们在工作合作上面，或是接洽上面，或是在他的脑海里的印象上就觉得说这两个独立的人、单身的人为什么没有凑合在一起，你们一些相似点、共同点被他看出来了所以应该会借由某一个人的特别的思维，发现直觉上发现说可能有一个聚餐或是一个生日会，他就临时有一个直觉说这两个人叫来一下或是叫你或叫他这样，他可能也没有想说要把你们凑在一起，他就觉得说这个两个都同时都来都可以他可能会有一种随意的感觉，就是说来啊来啊来啊，遇到你的时候就是来啊来啊，然后遇到他的时候就说来啊来啊来啊，有一种这种直觉上的默契，可是它不是一种直接显化成一种具体行动的那个直觉的默契，他可能只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他遇到的时候就说好你可以来啊，然后遇到你的时候就说你要不要来一起来这样子，所以两个就又再见面了，你们靠的其他人在一个桥梁还蛮
蛮重要的。那他为何会有这个直觉？因为他有发现你们的独立性是一种对齐的、和谐的，然后有个人魅力的，然后不希望你们孤单的那个直觉都有存在哈。那你们的指引心是倒吊人牌嘛？倒吊人牌就是倒吊，所以指引心是迷糊的，所以两个靠自己的路径自己去走，自己去找到彼此找不到，一定要靠别人。好，指引心现在对两个人来讲，没有让你们指引到同一个方向，因为是迷糊的。是迷糊的，是逆向的，是反光的，是背光的，看不到。好，那某一些必定的路径来说是开到这个牌嘛？好，垃圾。好，这两张牌告诉我说，其实你们不需要指引心。这两个牌说，其实你们走在同一个对齐的路径上了。所以只要一个时间上或是这个约的话，其实你们在这一个第三者的这个射程范围里的，他终究会想到要让你们两个见面，终究会约你们两个见面，会创造一个东西让你们见面。可能很多人，可能少人之间没有说哦，可是其实你们在同一个范围里，你们也两个人的路径也开始指向了那个事件点，那个邀约，那个聚会的时间点有出现。好，那再期待一下了哈，因为我觉得分歧点已经过了，已经是一个有确定的方向了，所以这个人可能已经有准备要这个人或是这个公司或是这个群体或是某一群人已经有想到说要出现某个聚会活动，或是反正就是一个喜宴或什么不知道，那就是有一个让大家相聚的一个东西要出现了，已经想好了，只是时间点还没有确定。目前看起来，因为他在一个新进的路径上，所以我觉得时间点还没有确定。你们正要慢慢的往那边去，可是还要走到哪个点，这边没有确定，所以我觉得时间点还没有确定，只是有那个路径已经出现，那个 idea 已经出现了，可能好的时间点或是那个生日还有点遥远，还没到，所以他在路径上了，但是还没决定，或者还没有通知你们这样。那从远近的路径来说的话，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因为远的路径是通的哈，所以它没有要立即发生哈。那近的路径来说，有一些阻碍哈，两种阻碍，近置的阻碍的有城墙的，有不清楚的，有其他人的关系的，有杂念的哈。所以目前最近不会发生这些事，会在远的路径，因为远的路径比较像准备好了。那远的路径好像已经遥望到了那个时间点，遥望到了那一个状况。在直觉上，在观察，就是我觉得已经有那个事情了，就是说可能有个人。或是有一群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我们5月的时候来办一个什么野餐会，或是生日的时候来说，8月生日的时候我们来办什么，然后再找大家一起来，这种已经决定好了，可真真确的时间点没有确定，甚至连那个范围什么8月5月这个月份都还没有出来，他们只会说下一次大概是这个状况所以看起来是有那个可能啦那我来看一下整个范围来说的话，你们也许在彼此附近，我觉得我看不出来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多近的位置，只是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龙卷风、狂风、乱的风没有方向型的风正在阻碍你们，或是把你们两个将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把你们吹散。所以近期你们两个没有很近的距离，会让你们不小心偶遇，没有偶遇的状况偶遇的状况来说，都有其他的事情把你们两个支开，所以你们两个没有办法不小心遇见，或是有一个其他的事情的遇见，他必须要靠第三者、第三个情感的意志力来创造这一件事情。好，看一下，这个沙漠的骆驼的低语，为什么说沙漠骆驼的低语？我讲一个故事，他的意思是说，在沙漠行走的时候因为沙漠的白天的时候，沙漠的那个土壤是很烫的所以沙漠却能行走可是沙漠也不抱怨，抱怨的是人类，所以这个低语可能是骆驼在听人类抱怨，因为人类抱怨地很烫。可是真正你骑在骆驼上面的时候，踩在沙漠上面的是骆驼，所以我说骆驼的低语是因为骆驼在反射人的低语那个低语比较像是抱怨，比较像是负面，别人是不愿意说出来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骆驼自己心里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是我在走，不是你在走，所以请你不要再抱怨了。可是他会有一种反射的抱怨的负能量，比较接近负能量，不愿意说出来的地狱。可是那个负能量有一个真正的价值叫做什么？它才是真正的答案，它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这里在讲一个真正的关键，在告诉我说，其实你们两个相遇，或是两个很接近，或是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会看不到未来的幸福。就像我刚前面第一组讲的，你会觉得前面有点困难。然后有点很快就放弃，有一种好像就只是一次约会、一次餐会、一次晚上的见面、一次喝酒聊天的一个小 party， 然后就结束了，感觉很深，可是都没有信任感，都没有扎实感。这就是你们一开始。所以这边在说，你们两个看不到后面的那一个幸福感，看不到那一个幸福的融洽度，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要被点破，要有期待感，要有点耐心，要对未来有点展望这就是这组牌的一个状况。来，我来翻一些比较深的能量。
今天讲的语速很快哈，因为今天的讯息可能是我现在算的时间来说，我已经吃过1-2顿饭了，然后喝了蛮多咖啡的，所以我得到讯息的信息感很重。然后我发现它在我脑里流动的讯息节奏也很快，所以我一捕捉到我就要立刻说，免得慢慢的哈，它会流失掉，而且变淡后我就捕捉不到了哈。来，好，看一些核心的东西哈。这里一张哈，还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好，我看一下，这边有说哈，你们两个的不同，跟你们两个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或是现在的遥远的距离，是在为了维持某种你们两个能量在最靠近的距离里面在上面的一个平衡。哦，所以现在好像还没有能量让你们很接近。现在两个是站在一个各50-50的距离啦，是为了维持你们两个仍然有见面的机会哈。这边在讲的是一个绝对平衡的重要性，所以在等待哈。其实这张牌子在讲说，现在已经把你安排好在好的位置，就等待一下，差不多要叫号的时候再叫你们进来哈。炼金的能量是这么说的。那在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的相遇哈，是一种很深的东西的见面了，是一种比较精神、比较智慧的能量的相遇的结合。但是这个能量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在告诉我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啦。它要慢慢的要往下走，因为它是处在一个有所抱负的人生的抱负、未来的展望、梦想的行走上面，才慢慢的发现。所以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的时候哈，其实是慢慢的有找到共同的方向嘛，在共同的方向里面，这边才会慢慢的精神跟智慧上才会合理上的很容易理解的结合到那时候两个关系到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可是这个点叫做前面一定要走到，没有走到就没有了哈。所以在牌面上看到的是比较未来的展望啊，这边有说，所以他这边把它说破，告诉你说要往下走，要期待，不要因为前面的相处比较不和睦，可能比较别手别脚的，然后就觉得啊，反正放弃了，好像不顺，好像不适合。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有时候好的东西展现的比较慢。就像我时常提醒你们的时候哈，每个人的好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或是很早期就展现出来，它是要慢慢的展现出来的，因为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好在这里，他是要跟人相处被激发，跟你相处被你影响，他才慢慢展现出来。原来他有这份好，他其实也很意外，他其实有这个特色，有这个优点，但是他在遇到恋人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能够施展这样子的优点让别人喜欢。你跟他都是人都有这个问题哈，快慢展现自己的优点的快慢不同，好。所以有的时候确实被提醒说需要等待的话，那就表示好的事件要出来。所以你回想一下刚刚前主牌的时候，皇后牌是不是在提醒？是有一个宝物在后面，只是你看得到吗？原意期待吗？再往前走，你想要领取嘛？它就是要往前走才能够领取的。好，我看看这里，这张牌哦，这张牌跟这张牌讲的一样这张牌我说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在某个位置站好，然后得到一个绝对的平衡嘛。这边也说，这边在讲的是更神圣的位置哈。这边说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方向跟一些从人体进化到灵魂的这个阶段，他在说，其实你们两个的存在更神圣了，是神圣的二元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你们在其他的灵魂，可能在灵魂的角度，可能我等下这边翻灵魂的角度说，你们两个本身就是有一种神圣的任务啦。就是说，你们可能是火水能量或黑白能量，或是夜明能量夜晚跟白天能量，这一定要同时存在的能量，才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和谐。他把它讲的更高深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不容易。因为这种对比性的能量是必须要站在某种位置去支持某种绝对的平衡，所以不会让你们相遇，所以也就投射说这次的相遇是难得的，所以它为何难得？一定有一些任务，一定有一种身心灵上的一个绝对的提升，所以才让你们这一次相遇。所以这次相遇是难得的，所以才会一开始初步的时候比较难，因为你们两个可能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灵魂，这是第一次遇见，所以很多事情要练习要开始熟悉来，我们来看看灵魂的位置灵魂的位置是不是有印证到这一件事情没错，你们的以灵魂家族这个概念来形容的话，你们其实是两个未知的灵魂。什么未知？未知彼此的灵魂，对彼此是不确定的。所以这次遇见真的是第一次的遇见这边又在佐证了一次但是充满了神秘感。当然神秘感这个灵魂。看来你们不是同一个灵魂家族，我觉得也不在附近。我觉得你们在比较不同的象限里面的灵魂。那这一次确实应该是有任务
这一次的精神跟智慧的结合，应该是为了要提升两个灵魂的能量等级，然后这次需要相遇了。好，那是随机抽的吗？还是真的很靠近相遇？这次这里没有讲，可是这一次的相遇很珍贵啦。好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探索了啦。可是我觉得一开始聊天的时候聊太难了啦，应该再聊更浅的东西。所以难怪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在某种比较深的话题里面有默契，可是又觉得距离很远。我看原因差不多是这个。好，那同步率不高，你们两个的各种节奏的同步率其实没有很高，要慢慢的磨合才能找到。因为你们两个有点站得比较远，慢慢的节奏感要慢慢的培养出来才行。好，你们前面会有比较长的时间是以一种好朋友的状态来去认识彼此，没有那么快就进入爱情，不会那么快进入爱情。我再看一下这组，没错你们呢一直处在一种，我这边看起来无论怎么翻都有一个概念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两个都有一种慢慢的才协调起来的概念，所以前面真的要花蛮多时间的。前期无论翻到现在都有一种前期比较辛苦的概念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认识彼此不要很快就散人了他好像只要持续的越久，获得的越多水能量、感情能量也是出现的比预期的慢一些了但是有了，就成长的比较慢。好，那你们的关系的各方面我们讲完了来，我来从这组牌换一个全新的牌阵概念，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人怎么样我来帮你探查一下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在工作上是一个工作能力蛮强的人，很多人都需要他做合作，而且任何跟他合作的人都觉得跟他合作很愉快，因为他的能力很强，也比较多元他是很多人都抢着要的一个工作者各方面然后我看这个位置他其实有很努力的磨练自己，慢慢的爬升到现在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能力他前面努力了很久，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他也不会说出来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天才，很多人会觉得他是能力非常好的，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天赋异禀，可是没有，其实他是前面做了非常多的苦功跟努力才有达到这个位置的，只是他不太炫耀我觉得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是喜欢往自己内心去实践自我的人，他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这世界，不是为了他人，他其实从头到尾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实践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那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他是一个内在灵魂成长速度很快的人他是一个智慧领悟事情很快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能够超脱现实去理解比较深层灵魂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很多人的灵魂导师，他其实很能够看到每个人内心的问题，而且可以找到症结点告诉别人。他其实很适合去当咨商师，因为他可以用比较理智的方式去排列组合，告诉别人说你的问题点在哪里。可是我会觉得他要再更灵性一点，他比较能够看透。如果他再更神话一点，他其实有种类似通灵的能力，可是我觉得比较像直觉，他很容易在人的身上去看到直觉。然后他对每一个人认识之后，他会很明确的分类出他认识了多少人、多少类别的人。所以当有雷同的故事跟雷同的样板人出现了，他就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他的直觉这个能力、分析能力蛮强的然后他对他的生活各方面都有非常明确的方向，他不会随便且战节奏或是无头苍蝇的去找方向。没有，他在人生一开始的起点的时候，他就一直往着他自己的梦想的完整的方向去寻找他该走的路、要去的路径然后他是很有魅力的人他之前跟他谈恋爱过的人都很满意他可是我觉得可能缺点是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要求太高，很多人跟不上，所以很多人放弃了可是对于他的朋友评价或是如果有人喜欢他，问他这个人好不好的话，大部分评价都还蛮高的。可是他一个缺点是他可能有一点孤冷的感觉很难亲近的感觉也有出现了那他的内在的心思比较难揣摩他的心思还蛮复杂的。虽然看起来他是很理智的，很讲话很清晰的，整理很清楚的，可是他其实内在是很复杂的。但是他已经训练到他不太会把这件事情展现给别人看，然后因为他觉得那一份复杂，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了那从比较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种神或神秘的
更宇宙的角度来观看这一件事情或观看这个人的话，他会说这个人把一些感情跟爱情的东西藏在心底很深啦。好，但他其实内在有一个丰沛的绿洲，一个很强的泉源，需要慢慢的相处才会被挖掘出来。可是不容易，但是需要耐心去挖掘。所以你跟他相处之后，他慢慢的会把他真正的情感才会显露出来，可是不快。他没有办法对刚认识的人或是就倾露出非常多真实的自己，他不是那种很容易就话匣子打开讲很多自己内在事情的人哈。好，那大致上这个人的剖析就这些啊，那让你多少有一些了解和方向感。好，那我现在来翻2个时间点，大致上就是你们2个差不多到最靠近的2个时间点哈，给你一些期待跟方向感。记得是参考后，不要依赖哈。这句话是蛮有智慧的哈，你要自己去体会哈。我不太会解释为什么说这是参考，不要依赖哈。好，来，一个是大概3月底。3月底哈，来，好，再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4月中哦，都还蛮近的。我们来再帮你翻一张第3张，能量比较小，看有没有比较远的时间点哦，不要都这么靠近。好，来，这时间我想一下，我看一下这是4、3月，他也说3月中，好吧，那大概就这个范围，你再期待一下，看来是不远了啦，不远了啦。哦，好。那差不多就这边事情差不多准备好了，就差不多要发生了，你再期待一下了哈。那差不多也可以多多去参加别人的聚会哈，不要都只等别人邀约哈。记得一种主动的自己的身体的物理性的行动，比较容易创造奇迹哦，创造事件哈，创造灵力，创造灵感哈。只是守株待兔等待，当然也会发生，但是可能那个开拓性就偏弱哦。你可以试看看。好，虽然我说这一组比较偏向于你自己去主动去做，可能做不到，因为那路都断了嘛，也没有很顺的路哈，还绕远路什么，可是还是可以去试看看。因为我们这个牌阵它可能不是100%的讯息，可能有遗漏掉不到30%的讯息，但是别的路径，你可以试看看哦。好，那就忘了，差点忘记。来，3张动物灵卡，3张动物灵卡。给予你现在生活的3个建议哈，来，我想一下，这张牌应该是在告诉你说，最近你能显化很多你心里的事情，但是都是小事情哦，所以你心里最近比较容易心想事成，但是事情都不大，都是比较小的事情。好，你可以多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应该那个顺利值跟一些收获都会超乎你的想象哈。来，最近好像需要你去审视一下你自己哈。你现在有一些身上有一些问题，你可能错过了，没有反省到哈，没有注意到，可是别人有注意到，所以这里最近你要回想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做得过激，做得过多哈。然后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哈，如果你最近做很多事情感觉很顺，表示现在正在正负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做得很顺，很多人欣赏你，很多人赞赏你。但是绝对不是全然的好，一定是有一些坏东西被别人注意了，只是没有人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审视自己很重要哈，记得不要太骄傲哦，要有一点谦虚。无论在只要越是遇到好的顺的环境的时候，就要越谦虚，因为你要认真的反省。你也可以认真告诉你说，其实一定不是这么好的事，一定有一些正负能量的交换才会促成现在的很多好运气。记得要有这个反省能力。现在正好是这张牌在提醒你哈。好，来。这张牌说，你之前投资跟努力的事情，差不多有一些好的收获快到来了哈，你再敬请期待，不要放弃哈。以前你可能做的某些好事，好像有一些好的回馈，也差不多要回来了哈。那你就期待一下吧，虽然不太确定是什么，好像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好事，你之前做的一个好事，或是你之前做的一个投资，或者你之前做的一个努力，然后你等了很久都没有一些好的结果，最近好像有好的。丰盛的东西差不多到时间了啊，要回来了哦。好，那就这样哈。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你再期待一下。我觉得确实我在翻牌的内容说有一种好事将近的感觉。那我们一起期待哈，乐观的期待。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的魅力爆发哦，你的魅力正在吸引着某个人想要热烈追求你啊，想要热烈追求你。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整个大时间的趋势哈，整个你们相遇之后各方面的能量哈，可能也不会特别去讲说他如何追求你，然后可能就是在遇见之后会有一些比较主动的能量会靠近。然后再看看你们的契合度。那
对于可能第一次来看的朋友，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现在拍的这个牌组讲的时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哈，可能有关于就是你们相遇之前的能量哈，然后再到你们相遇中间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比较多的是未来的展望，你们两个遇见之后相处之后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象哈，我们把它趋势抓一下，让你有一个方向感哈，知道你在期待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先把金星能量先翻出来哈。好，等等哈，这张牌有一点糊，好，我把它弄清楚再翻。好，金星能量第一张。哦，探索型，就是说你们两个可能开始有爱情发生的时候，很有感觉的时候，都是对彼此的了解已经非常深刻了。好，必须要了解到某一个深刻的程度的时候，爱情才会呈现那一个确定性。它不会在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爆发。虽然一开始遇见的时候还蛮有好感的，可以继续相处下去，可是都偏向于极高度的理智状态。哦，你们会用比较多的难题，或是比较多深奥的难的讨论来确定对方在你的世界，或是他在你的，你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否有一个比较强的未来的展望，是否可以看到一个未来性，好，能不能想象出未来的一个走向？必须要走这一条路，你们的爱情才会呈现，是比较慢。所以这里在金星的显化的能量来说，就是你们这段爱情要走到确定关系，节奏比较慢，但是很稳定、很扎实，一定会找到那个答案的，不会中间散掉。好，而且也很有机会确定爱情，然后再往更深刻的方向走。因为这个金星能量对于这张牌走的方向是非常完整的。然后想一下这个位置的散发，而且它这个能量它走的方向哈是一种很美的方向，往更高的慈爱、更高的爱的位置走。所以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两个内在的心境的美丽那个美感就已经有所提升了。只是你们两个会在探讨说，要再更往更高境界的方向走，要怎么两个人一起协力的走下去。其实这个默契你们两个就有。好，所以你们两个一开始遇见的时候，第一次印象就已经蛮好的。它其实在能量上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连结，可是它会化为一种具体的行动。然后会让你们两个有一种孤独感。就是好像两人世界有塑造出来，好像别人不太理解，好像基本你们两个理解你们两个的相处状况，就是这种孤独感。可是却让你把你们两个绑在一起，因为这一个类似荒野的旅程，在荒漠里面的旅程，只有两个人羁绊，旁边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让你们依赖，能让你们询问，你们唯一的伴就只有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想要这更高级、更深层的爱的理解，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两个对彼此的要求很高，对彼此的提问也很高，可是每一步每一步都在确定未来的可能性，跟看清楚更未来的方向，这就是你们的金星能量的一个走向哈。来，我们来看水星，你们有看到未来的展望？这边说在寻求未来的展望，其实内心已经看到未来的展望了，而且有确定未来一定会得到某一种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宝物保障都会有。那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好像跟一个更高深的位置的做一个连接哈，好像它那个更高深的位置的连接是在两个之间会成为一种爱情的感觉，它比较像是说，你跟星空许愿，可是星空有所回应。这种感觉，就像你突然看到星星，然后你随机许愿之后，就刚好流星就出现了。这种连接，你就突然说，好像整个未知的世界、比较遥望的未来，在这份爱情遇见的时候，你心里有感觉到，这份爱情回应了你内心的某种期待，说不定是随机的，说不定是认真的，都 OK。但是它有回应你一种很明确的期待，所以你会有一种是否你已经真实的得到了某种答案，而我需要去确定答案是什么的感觉，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所以符合这个，它其实就是要慢慢的走才会看到真相。其实你们内心已经笃定到有一个真相，可是你们想要更确定真相的实际面是什么，这就是你们两个爱情的状况哈。所以你们两个会成为一种，我觉得很扎实的伴侣伙伴。他不一定是恋人的伴侣，他可能是一种人生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3号牌它可能一种复合式的能量，你们有可能成为 soul mate， 有可能成为好朋友，也有可能是成为恋人，这就是复合的，不一定哪一个比重比较强。我们再往下翻来看看哈。好。这边我先看到一件事情，你们两个人内心太不平静了，你们内心太波涛汹涌了，你们内心有太多的提问了，对世界有太多的提问，太多的疑惑。当两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有太多事情要讨论了。两个人太爱聊天了，两个人太爱探索世界了，两个太喜欢玄妙的东西了，太喜欢未知的东西了。
看起来好像互相找麻烦，但是这是你们两个的绝对的浪漫哈。你们对那一种无解的东西更有兴趣，你们不喜欢有一种立即可见的答案的东西。虽然那个立即可见的答案会让你们比较方便跟什么，可是你们其实心里也知道说，这个得到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强大哈。那你们喜欢那一个追寻答案的过程，但不一定要答案那么快出现。你们知道答案在哪里，但是你不想要立刻去领取，这就是你们两个有趣的地方哈。好。所以两份关系，这个关系才会走得比较长久啦，因为你们一直在创造很多新鲜的东西、有趣的事情呢。讲比较浅一点，就是你们两个会去找乐子啦，哈，两个人去找相处的乐子，好。其他牌都只是佐证哈，可是我觉得都差不多。在相处起来的时候，你们两个幸运值很高。当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都幸运值就偏高的，而且在于生活经验，以前的生活经验哈，其实有点像累世的经验，各种不同时空的你们的经验哈，不一定是这一次的灵魂的相遇。其实你们的很多经验累积出来，成为这一次相遇的一种很高的幸运值。所以你们两个比较接近的时候，你们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比你们个人做的时候那个幸运的 buff 在更强哈。那你们两个会经历到一些事情，然后成为自己彼此支援的一个伙伴哈。然后每次当彼此在支援、彼此在支持自己的时候，遇到人生的一些低谷或难题的时候，每一次的重生都会 buff 提升哈，每次都会有一种超强的进化，而不是只是复活过来，而是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体哦。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你们的各方面灵魂、肉体、身心一方面提升的速度都会蛮快的哦。然后只是这边要提醒一下哈，你们两个对于确定的未来的方向都有确定的未来方向，可是常常需要在理性的确定一下两个方向是不是一样哦。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放在心底，以为两个人默契上想的事情都一样，其实没有，两个其实有走在不同的路径上，你们一定要达成共识哈。心里有一些话要说出来，才会知道彼此真正在想什么。猜不到，既然这个问题是出来猜不到，其实你们猜不到彼此心里想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提问。才会有那么多的对话，其实你们两个其实不知道，你们猜不到彼此心里在想什么。你们以为你们猜得到，可是其实你们很多的提问都在暗示着，其实两个猜不到心里讲。其实你们两个心里的默契跟直觉的连接比较弱。好，这个部分要提醒一下哈。那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蛮不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还是处在一种朋友的关系。其实你们两个一开始做蛮好的朋友，一开始就一见如故的感觉是好像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你们两个一遇见的时候就有这个讯息。我觉得你们两个基本上不做恋人，做好朋友就已经非常足够了，整个能量的契合度都还蛮好的。那其实两个核心的美定义在灵魂上，可是却猜不到彼此所以两个的课题好像是追寻两个人的灵魂上的默契啦。所以从这边我可以大概知道，等一下我们后面再翻灵魂，等一下我们翻第二组，还是我们直接先翻灵魂的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不同的灵魂，然后这一次的相遇，好像重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伙伴然后会挖掘彼此的智慧，才发现两个人的智慧的路线跟题目不一样。两个人都算有智慧的人，可是两个人所理解的智慧不同，所以我们两个在对话的时候，会常常发现对方有讲出一种更高深的智慧，自己不理解，可其实你对他也是，所以两个是两个不同灵魂世界的人。好，这一次的相遇，我看一下主题在哪里。我觉得是在解决你们内心某一种长久以来都没办法清除的噪音。这一次必须要利用两个人不同的智慧来去解决，因为以你们身边的智慧和你自己所理解世界的智慧来说，已经固化了、僵化了，有一些罩门，有一些缺陷，需要用其他人的智慧来去做清洗。看来这一次是这样，看来你们的这次相遇是灵魂的相遇是有任务型的，有目的性的但是总的看起来来说，这一组还蛮接近你所想要显化的爱情模式，没有差非常远，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惊喜，也不是意外的得到，是在合理的范围里面，两个人彼此确定好，才开始走向爱情的，是我觉得非常高深理智的土能量超强。好，那你期待一下，这个应该会看起来是安安稳稳的，浪漫值不高，波动也不高。可是其实心底心思上面的波动很强，只是两个人都没有那么快去把它展现出来，因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觉得说情绪的混乱不稳定的情绪有点丢脸吧，不知道，好像还是很难呼吸，所以那就是不是那么顺手的展现出来了这是你们两个的内在的一种感觉慢慢的会做整理啦遇见之后会慢慢的做整理，然后在绝对的理智上面，你们两个会有一个新的超脱。超脱什么？就是原来有些你的逻辑，你所坚信的原则，
在这个人身上不适用，他也是，所以你们必须要找出两个人的新的原则。新的逻辑来做相处，可能你跟你的朋友相处，用这个逻辑各方面的理智或原则，各方面都是很合的，价值观都是很合。可在这个身上，有些东西用不上，然后你们必须要创造新的，两个人都彼此用不上哈，可是又没有互相讨厌，也没有互相排斥，而是在你们两个相处上会进入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所以你们会找出一种新的相处方式，跟其他人都不同。所以你们两个刚开始初期的时候，会有一种两人世界的感觉，还蛮重的，因为好像在彼此上想要探寻出什么一个永远都找不到的答案。其实你们两个会有一种非常好奇，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未来性。或是两个长时间相处之后，未来性是什么？就很好奇，这个人一直让你觉得有一种未知、难以找到答案的感觉，成为一种很强的致命吸引力。这个比较深，但是要在慢慢相处之后就会知道了，就会知道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常常黏在一起，也不是因为你们很契合，而是你们想要追寻的方向很相同。有一点像是一种赛车的竞争状态啦。有时候常常轮流得到第一名。所以常常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不是我都是得到第一名？为什么有时候会输给他？对这种未知的答案的，所以两个人会有一种竞争关系，想要去追寻。可是这种竞争关系是你们两个之中的一种很特别的浪漫这边会有，慢慢的就会厘清了因为女祭司牌在一个我觉得比较逆位跟比较隐晦的角度她其实没有想要给你们答案，她只是要告诉你们说，这个和谐，这个平衡，这个爱的能量的起源，跟你们要得到的爱情的答案。要靠自己，所以我先躲起来。你们要花费自己的能力、智慧、智力去找到我，不想先给你们答案。看来就是找到你们的爱的定义，可能是这次的任务。那它前面要经过很多的理解、探索，这个过程可能会更重要。好，来，这就是这一组的爱情能量的一个原则。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巨细靡遗的东西也不是巨细靡遗的东西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让你比较接近你的生活不要都讲那么深的东西我们要讲一些生活的东西。来，我刚刚说要先探索灵魂嘛让你看一下这个方向。刚刚说你们两个应该是不同的灵魂的这一次的相遇有任务型的，我们等一下来翻一下。好，来直接翻。哎呦，他给爱恋人牌。从另外的角度，恋人牌的话，我通常会觉得说，你们这一次是某一种很强烈的风把你们吹靠近了，你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两个灵魂会非常靠近，而且必须要以恋爱的方式来经验彼此的存在感。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灵魂是来自不同的位置，也完全不相似。可是有一个任务型的风把你们吹在一起，这一次必须要有短暂的相处来确定是不是能往后面走长远呢？所以，灵魂上，我觉得是非常陌生的。其实你们灵魂上是非常陌生的，所以他说你们的灵魂东西其实有点没什么默契，所以你们有可能是灵魂上的第一次的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又有一种像是说，好像要启发你们一种新的恋爱的模式、新的恋爱的理解。然后你们这次相处可能会创造出新的恋爱的语言。所谓什么叫做爱情恋爱的语言呢？就是说。每一组恋人都有自己的恋爱语言啦，不是每一组都适合时常说我爱你，或是时常用动作表示我爱你。有的时候是一种相处的安定感，是你们的恋爱的语言，它不一定是语言，语言只是一种模式的状态的一个重新形容。有可能这一组的恋爱的模式是喜欢手写讯息、手写纸条，这是你们的恋爱的语言，或是这一组的恋爱语言可能是时常煮菜给对方吃，那一个创造力是你们的恋爱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这样或是旅行这一组可能就特别喜欢旅行，然后一起去看什么，那是你们的恋爱语言。那这一组可能在整个灵魂上相遇上，这一次是重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恋爱的语言。但是要小心这一组因为是恋人牌出现我觉得我都一直跟你讲说，恋人牌出现的时候都有一种非常短暂的激情、短暂的热情，所以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初期要把握好。因为它确实很容易错过，它确实很容易淡忘因为它是擦肩而过的。所以这一次从灵魂的角度我看的话，我想这次确实是一个任务型的，因为我觉得有一股别的风把你们吹靠近，表示你们要自己掌握这一次恋爱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如果风是这样吹的话，灵魂角度这样吹，他应该是很有把握你们能够抓住对方了所以其实不担心，不害怕看来这一次你们的相遇是。我很少会说注定好的啦，可是我必须说这一次可能真的是蛮靠近的一次，你们不会错过彼此好，灵魂的位置在这边，等一下我再翻别的来，你们见过面了吗？
你们之间相遇是用连续的巧合相遇，还是在彼此环绕之间会有一个串联呢？那这个串联的搭桥的事物是什么？是否有指引性指引你们相见？那如果一种枯燥的路径让你们就简单的遇见的话是什么？来，你们两个彼此的现况。再来，有没有绕远路的状况？还有深海底下有没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将要浮现上来？然后再来，最靠近你们的路径会随机出现吗？还是已经定义好，就在附近，很容易遇见？再来，有一个设定好的阻碍是否存在？好，再来，一种揭示秘密的低语有没有正在说明书什么重要的 keyword？ 好，大概就这些。好，来看一下环境。这个是水，3张牌都说你们已经遇见了，他是你认识的人，认识了。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小情境，这边说的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陌生人，然后你们的谈论的话题的时候有共同的方向，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很快就有一种共同的主题，两个人对话是非常融洽的。你们已经遇见了，记得你回想一下有没有这个人还有，他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他会让你回忆起童年的简单的快乐，然后讲的东西会有点幼稚。你们聊天的东西会有点幼稚，又让你感受到你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有这个讯息出来那还有另外一个讯息是，他可能是你的老朋友、老同学带来的人，这个讯息也有。然后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还蛮多的，然后也许是去别人家做聚会，或是去参加一个生日，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可能是去一个酒吧，或是去一个很多人的地方，然后有很多陌生人在一起，大家玩在一起，彼此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他出现了，这样子。3张牌都有这个讯息，这是3张牌的共同讯息。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整个路径的分歧点就走在共同的路上，就是说，其实你们相遇就是一个要往爱情走向的一个分歧点出现了。你们现在已经是并行在同一个路径上，好像各开各的车，没有对话，但是在附近，所以它不是环绕的，你们现在都在附近，走在同一个方向，就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不难出现，它应该还有很快的机会再重复出现在你身边。然后没有人刻意为你们的见面搭桥，也没有人想到说你们两个很适合，但是你们的彼此的人际关系不小心促成了你们的遇见，所以你们之间会有共同朋友，这是你们两个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建造出来的共同的朋友圈，然后让你们相见。这个不是主动性的，不是意识上的，而是你们之前的所见的人际关系不小心孵出的芽，所以你们的遇见不能说是注定的，而是一个可能的结果，然后被你们遇到了。也就是我打一个比方啦，就是说你们两个可能都捐献了某种种树的活动，两个都在不同的时间种树了。这样，然后你们可能在种树的活动的时候，种树的那里，然后通知你们说，你们可以去看你们种的树，这样，然后结果发现你们种的树是不同的树，可是就在旁边，就是你们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做付出，可是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可能同时去。他只告诉你们说，可能某日某月要你们去看一下你们捐献种的树长出来了，希望你看一下，虽然是果实或是什么的，可是这一次你们可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同时去那个地方。因为他只通知你们日子，没有告诉你们时间，就你们却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去了。然后这一次的遇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某种直觉跟默契出现。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们可能在某种朋友圈里面投资了，然后创造的是朋友圈，就发现你们不小心认识了共同认识的人，然后做了一个连接之后，终于在某一个时空里面以陌生人的方式彼此出现。其实你们不算是真正的陌生人，而只是第一次的见面。你们的环境朋友圈其实离得很近概念上是这样，让你有一个方向感所以我不觉得你需要一直常常去跟朋友出去啦，你就按照时间你想去跟朋友出去，因为我觉得他离你不远，他差不多也快出现了应该说他已经出现了，你差不多要意识到是他了来，我看一下这里的逻辑设置是
我必须说，有很好的能量已经慢慢在显化你们的相遇，因为好运能量已经出现了啦，所以差不多你们附近的一些幸运的 buff 已经快出现了，而且整个篇章跟剧情来说，已经走到后半场了，不是前半场了。其实你们已经差不多在附近了哈，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这个人差不多有一些不错的交集要呈现出来了，要敏感一下哈。好，他现在处在一种离你比较远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现在近期可能比较不会出现在朋友圈，可是他差不多要回来了。他可能去外地、去远的地方去了。好，可是他差不多要回来了，因为他有一个慢慢缓缓升起的能量正在出现中。这边给的暗示是说，他的那一条路径，那个事件是离你比较远的一个路径上，有一个事情正在转换中。有一个好坏事情正在转换中哦，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线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发生之后他会转换，转换之后他会发现说，哦，他需要找他的朋友，或是转换之后有一些事件发生，就这个故事线发展会让他被叫回来，就这样。哦，事情的内容不用说那么多了，反正就是他现在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会有一些事情把他换回来，所以他会再回来这个朋友圈，或是这里的朋友圈有人在呼唤他，所以他会回来，所以他在更靠近你们哈。可是这个时间会走的比较久。好，那近的路径是没有讯息的，近的路径，也就是说最近啊，最近来说，你们两个的距离中间在起一个狂风暴雨，然后很复杂的风，然后我觉得是刚开始的风能量哦，然后是朝着你来，所以即便他有自己的个人意识想要靠近你，或者再回来这个东西，可是有所阻碍，所以我觉得近期不太会有你们见面的一个状况了。那时间点的话，感受上是这样，我等下再翻天使盘，看是不是确定说近期比较没有了哈，看看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呼应的。好，如果时间点，我们还是以天使牌的时间点为主了哈，只是我现在在告诉你说，我觉得他出现没那么快就对了哈。好。好，其他现况来说，你们走在同一个路径，这都已经说了。好，我觉得这组牌还不错哦，好像都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能量，大部分能量都是蓄势待发，而且是今天3组牌里面最顺的。好，来，我再把这张讲完哈。这张讲说，你们中间都一直有一个隔阂了，我觉得这个在上一组牌已经讲了，你们中间有一个心灵的距离。哦，那这心灵距离不是本来就有在的距离，而是你们其实他在偷偷暗示哈，你们在很接近爱情的时候会有一种沉重感，那这沉重感可能是因为你之前过往的旧经验在影响你，可能这次的爱情的感觉跟浪漫甜蜜的爱情的感觉会唤醒你以前刚跟别人恋爱的时候的那种幸福感，这次也会有一个类似的状况，它会让你有一种沉重感，记得要时常提醒自己哈，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不互相影响。不互相影响，不同的故事就有意外的惊喜，好啊，要这样子乐观的提醒自己哈。好，那我再看一下这边，我再定义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哈。来，先2张哈。这张牌最近好常出现，这张牌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预见整个流程是神的一个特殊的秘密计划。所以如果他说是秘密计划，假设后面有一个保障了哈，你期待一下啦，只是神不告诉你啦。反正他也计划这个就表示要给你一个好事。我不觉得神会特意去惩罚人了，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神都是极善的这样。所以通常会有一个秘密计划，就表示说这个预见这件事情是已经准备好的好事你之前累积的好事要给你一个礼物了，所以就要期待一下。那这边说，目前有可能在压抑你们两个的相遇的状况，灵魂上被压抑，可是最后在期待是一个两个灵魂的重新结合，所以现在应该这样说，时间点应该不到，我觉得它比较呼应这里近期可能还没有，他还得把这个整个时间点都先压着可能时间点预定到后面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能量上的阻隔，让你们没有那么预见，所以这边才会说，他那边有一个故事线，有一个事情正在处理，所以他不会立刻就出来他要再等一下，所以他应该是有别的事件故事线正在发展中，才会慢慢的出来所以这些讯息上都是通的所以就等一下吧，但我觉得也不会等太久了感觉上时间就近在咫尺。好，我来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好，来。你们的同步率不好啦就是说你们的生活习惯或是想东西的事情默契比较不够但是会慢慢的会有，只是一开始的默契比较不同，你们常常完全想事情都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会慢慢的就知道这是彼此的特色了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来，
那你看，你们这里在讲你们第一次见面，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点在讲自己的语言，然后自己的事情啊，关心自己的事情呢，还是比较不容易那么快就达到交集了哈。初期要再等一下，初期一开始也没那么顺了哈，默契培养的没那么快。好，我再看看这边是，你们其实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爱情的感觉，但是你们两个会一开始就把它定义成是一种幻觉，有点不扎实的感觉，所以才说前面会有一种卡卡的感觉然后就说两个人对话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顺，话题也没那么澎湃，可是终究还是有一些很合适的话题因为前面的主牌有讲嘛，一开始其实那一种心动的感觉或是很契合的感觉是内心的啦所以内心有告诉自己说。以理智上来说，其实是个幻觉。为什么我跟这个人讲话没那么顺可是心里却有一种幸福舒服的感觉，所以他会有一种幻觉感觉，会觉得说你自己内心的话，只是某种喜欢对方，或是对方做对了某种事情，或是个性上感觉外在各方面没有得到一些讯息的契合，所以你觉得说应该感觉还不错吧？可是，在理智上判断的时候，你们聊天的话题节奏感就觉得，好像也没搭在一起啊，所以你们最后会把它定义在说我对他的喜欢可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幻想或幻觉的投射了所以那个稳定性跟扎实感没有出现。这就回应到这里。那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两个第一次灵魂遇见的时候，是一阵风把你们吹在一起，所以必须要抓住？因为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灵魂，这是你们第一次的相遇，可能在很多的模式跟爱情语言没有那么快浮现出来，所以初期的时候，所以我说很有可能会错过，就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抓不住。但是这只是有可能。当风吹来的时候，一定会让你们抓住。可是抓的牢不牢？或是没那个扎实感觉，可能就是初期的时候我的感觉这边有说所以我还是要说啦，通常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一阵风的感觉遇到的时候，记得不要那么容易放弃了有的时候内心的直觉还蛮重要的，内心的直觉就告诉你说，很有感觉啊，可是你不要用理智去判断说，可是理智上讲话好像有点不合，然后就排斥掉就逃掉了。可是有的时候还要再往下走。2号牌也有这个讯息了，我这里再讲一次因为每一个人的好不一定是立即展现出来的，需要一点时间，你的也是，他的也是。有些藏在底面很好的好它需要时间才会出现，才会浮现出来。那你为什么说他不立即就展现？因为他不知道对你要展现这个，可是他有，可是他慢慢之后才会不经意的就展现出来。这是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会慢慢发现说对方的好，然后那个依赖性才会出来。你才慢慢的理解到自己喜欢他的东西是什么，具体的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因为每个人彼此的好会慢慢的出现。也许你身上有100个好，可是对方只需要2个，那2个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它会慢慢的出来。这一题就有这个状况好，这个时间性是了你们其实有很强的吸引力，无论是相同点或是不同点都有。可是以星星牌来说，它就是一个距离感，它没那么快，它慢慢的走到才有它就是有点像是遥望星空了你看得到但摸不到，但是你确定有，可是你不知道这一颗星星离你多远的距离，你要慢慢的走，慢慢的探索，你才会知道说，我看清楚这颗星星，这就是你们俩的感觉你们彼此的那一种相同跟不同的吸引力，在这个位置在这里它需要一点时间。来，我再看这里我必须说，你们常常错过彼此的某种直觉你们常常错过彼此的语言了。这边说的，这就是你们爱情的开端了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有爱情的感觉的时候，你们还是在语言上，爱情的语言的建立就是比较慢了所以默契上啊，对话上可能还有一些卡卡的就是你们两个常常错过对方的意思互相的不只是你而已你的表达跟回应也让他常常错过这是你们两个一开始初期的模式可是我觉得影响不大了因为我还蛮相信说这个是神的安排，所以前面的阻碍也可能是一种训练，也可能是一种拖时间，因为可能最好的时机点让你们两个触发爱情的那个时机点，可能也没有立刻要出来，要再等一下来，我对这个我再翻一下，我觉得这里需要一个特别的深刻的定义。
这里说，其实你们两个的结合，恋爱牌这里，其实你们两个的遇见是一种蛮极致的结合，所以它其实在能量上、灵魂上，其实是说你们两个的原本所带来的能量或是灵魂的特质，在这次的结合上能够结合到最完美的一个状况。可是需要时间，因为这个融洽、这个炼金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它不会立即展现，它是一个结果论的。它的结果是说，这个两个灵魂是一个非常极致的结合，可表示前面要有一些辛苦跟提炼，要需要一点时间。好，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些提炼的东西嘛，它需要一点提炼，过程是辛苦的，或者过程是缓慢的，可是结果是极好的，因为它都已经写，它是已经往极致的方向去行走，所以也需要期待，需要一点耐心，然后需要对整个爱情的发展或什么需要有非常高度的期盼，乐观的期盼。好，大致上是这样让你理解。那我来把牌阵的意义重新全部转换一下，我来帮你探查一下他的个性。基本上他很喜欢朋友，他的一些能量一些活力能量都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才会有。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的能量是来自于独处，像我的好的能量就来自于独处跟安静。我不需要朋友来给我一些好的能量，因为我觉得跟朋友相处的虽然很快乐，可是我会带走非常多的声音，感受到非常多的人，因为我的共感很强。我会常常会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感受到很多别人本来没有给我的讯息，所以我跟朋友一起跟大家一起的时候是消耗的，可是我在独处的时候能量恢复的很快。那他相反，他所有的能量必须要跟其他人相聚的时候，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常常发现说，他朋友的邀约他都会去，因为这是他的能量补足。所以这边要提醒你，不要误会他说他不花时间在你身上，他常常跟他朋友出去，没有，这是他的方式，他需要在跟朋友的能量上做连接，才会有一个能量的补足。那他能量的补足到满足的时候，他才可以回来好好的回应你。记得方向是这样那我看人的方向是他跟朋友的关系，我觉得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跟任何情感的连接、感情尤其是老朋友、老同学，这是他人生的意义所以他把朋友看得还蛮重的。所以你要想想他其实交的朋友都还蛮不错的，他跟朋友的连接都还蛮不错的。他有认真在挑选朋友，然后他每一个都会很看重感情，然后去跟任何人交往，任何人付出，朋友的交往和任何人的付出，所以他其实在感情上面下的蛮重的。所以你要想他对一般人对他的朋友有累积的，他都这么珍惜，所以他回到你的时候，他把你视为特别珍贵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慢慢的给予你各种很珍贵的自己，所以是可以期待的。可是初期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强的迷雾，就是他好像花时间在他朋友身上比较多，在你身上比较少。没有这种很内心的那种探索的价值不会那么快浮现。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个人好不好，你要看他对朋友的一种态度是什么。如果也不是说一个人如果对朋友不好，或是不常跟朋友出去，就表示他对你可能不好，不是啦。你要跟他说，他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他的态度，他怎么形容他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再来，你看一下他的朋友的品质，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品质是什么。从这种方式来映射出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是如何看待你的，他是如何珍惜你的。你很快就会明白不要错看了这个他就是一个情感下得很重的人，所以他连朋友的关系即使很淡，他都不会轻易的舍弃。来，我再看一下一些上升的能量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人，他相信只要有付出就会得到好的收获，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人。他不会喜欢走捷径，他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触可及的事情，所以他每一次的努力，他都知道说他有一个很希望的未来可以投资下去。所以你在看他工作上面，他也是很扎实他比较不会太抱怨太多事情，因为他相信说他每一份努力都会好的收获，即便没有，他还是会相信最后神或是什么各种别的力量还是会给予他该得的东西。再来，他的人生历程中，其实他的幸运值还蛮高的，常常在一些险境的时候、低谷的时候，都会有好事会发生。我觉得他本身的能量很强，分散正能量很强，主要是因为他的内在能量有一种比较不显而易见的爱。他对世界的爱、跟朋友的爱、跟世界连接的爱，他的爱很多，他不一定会展现出来，可是他知道自己在喜欢这个世界。他不一定会彰显说他有多爱这个世界或什么，可是他其实你看他去支持很多什么运动或什么，他对什么社会议题什么的，他会很有反应。那是因为他的爱被冲击到了。其实他对整个世界，我觉得他是有点算博爱的，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个体，他其实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所以他其实为什么那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愿意跟他交朋友，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他虽然不会彰显这些事情，或者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可是旁边人都会感受到。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包容力还蛮强的人。然后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点会展现出
他付出爱的方式。哦，好，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位置。从更遥远的方向来展现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弱点哈，它不太能够很明确的对人表达出他心里具体的情感，它比较难。它不像有些身心灵的朋友或是学艺术的朋友比较容易具体的展现出自己心境，它比较难，它比较难形容。这个部分要原谅他，所以他有时候表达对于你的喜欢，他可能没有办法在言语上表达出来，但是他会一些小行动上面会表达出来，你必须要敏感的体察出来才可以。所以对他所谓的要常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这个东西他可能很难说出口，但是他不代表他心里没有，他心里是有的，可他会把它付诸在别的事情，带你去吃好吃的啊，然后告诉你说，或是送你小东西啊，买东西会想到你，送你小东西，或是有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些可爱的东西，他会拍给你看啊，这就是他对你爱的表现。好吗？你要知道他的爱情语言可能跟人的逻辑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慢慢的体察出他的爱情语言你就会发现说他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只是他表达这个部分有点薄弱，这是他的缺点。好，大致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了大概让你有一些理解。好，那我告诉你2个时间点让你感受一下，他差不多下一次跟你很近的距离的时间点记得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不要依赖我只能说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一个方向感来。这个时间点让我想一下，他可能已经过去，他可能是1月底所以可能最近之前几个礼拜前你们有比较近的一次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可能那个时候就错过了没关系，我再补发一张，我先翻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我想一下，这个时间点说的是3月中之后，3月中开始左右那这个比较远你可以接，然后我再为了这张再补一张这个时间点说的是12月初，所以可能都是下半年的时间那你感受一下了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翻了嘛，近期不会出现嘛，近期没有，那都要在一个时间点翻过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所以你再期待一下，虽然感觉有点远但是还是乐观的期待一下。那也不是说这个时间点之前都不会发生，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会发生，可是能量比较少，但是不代表完全没有好，来，再来给你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些你现在生活上的一个建议好，来，这张是说最近你的灵感很强。你内心的平静比较强最近要好好利用一下你内在的直觉，多依赖一下你内在的直觉。那这个成效在于你如何捕捉你内心的直觉，这个要练习一下反正最近要就是你内心的直觉比较强，多依赖它一下然后再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欢乐的牌啦。他说，其实你最近的感受快乐的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你多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想去吃什么就去吃，想去哪里玩就去玩，想去看什么电影就去看，想去找朋友就去最近的快乐值很强，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人，会诱发很多正能量的发生来，这个在讲说最近如果你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难以阻碍，有点阻碍，有点像水逆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就要把内心平静下来，不要特意去对抗不要很执着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面前的困难，不要。现在他是说，你先把整个环境内心先平静下来，你会想出答案的不要太执着，一定要立刻解决，先把心情平静下来，你就找到解决的方法。好，这是3号来的朋友我觉得这组牌很新颖。很新颖，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相遇，是全新的能量的遇见要期待一下。虽然看起来好像会晚一点出现，但是没关系，我们再期待一下这一条线我很喜欢，我很期待它发生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